哥要送我走，哥哥也不要我了吗？哥哥只是送你去求学，世间对女子向来苛刻，能出去看一看外面广阔山河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。安儿该出去看看。骗人！哥哥是因为安儿生辰那日牵了哥哥，所以哥哥才要将安儿送走的。安儿喜欢哥哥，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。安儿看到哥哥来，目光便只会落在哥哥身上，安儿也只会对哥哥心若擂鼓般跳动。10岁那年，弟弟升任督定部正使。弟弟早年受过伤，身边离不了人照顾，只能带着娘亲前往督定上任。弟弟娘亲怕我受奔波之苦，便托好友照料我。自此，我便多了一个家。我虽是借住，但石伯伯与石伯母待我极好。石伯伯家有一个大我6岁的哥哥。我刚到石府时，很怕这位哥哥不喜欢我，却没成想哥哥待我也极好。于白，过来见见你骆伯伯家的妹妹。母亲，你便是骆家妹妹，我叫石于白，你日后便叫我于白哥哥吧。骆妹妹别怕，我让人把剑收了，不会伤着你的。安儿，别怕，哥哥不会欺负你的。告诉于白哥哥你的名字好不好？于白哥哥好，我叫骆以安。安儿真乖，于白哥哥知道你要来，让人准备了许多糖糕给你。我带你去吃糖糕好不好？去了可解因果。怎么了？少爷，骆小姐许刚来府上，还不适应，躲在床角不肯睡觉。骆妹妹可是害怕？以前都是娘亲哄我睡，我一个人睡不着。睡吧，哥哥在这陪着你。初到石府怯懦胆怯的我，在石家人的细心照顾下，重新开朗起来。哪怕爱我的父母不在身边，我也有石伯伯、石伯母和于白哥哥疼爱。没成想1年后，石伯伯升官了。安儿的父母便是不忍心安儿跟着他们长途跋涉，才将安儿拜托给我们照看。难不成现在把他送去督定，如此将他送来送去？我何尝不知将安儿送来送去不好，可3日后我们便前往齐州，接任齐州安察使。齐州苦寒，不比督定好多少。若路上安儿再有个好歹，我们该又如何向安儿父母交代？我们还是想想如何同安儿说吧。我已经让人快马加鞭去督定告诉安儿父母了。安儿，你听见了？伯母，伯伯升官是好事，伯伯伯母不必为了安儿为难的。好孩子，难为你了。伯母，你们去了齐州，要保重身体，要给安儿写信。安儿虽然认识的字不多，但安儿会让娘亲念给安儿听的。伯伯，安儿知道伯伯与爹爹是几十年的好友，才帮爹爹照顾安儿，是真的疼爱安儿。伯伯也要保重身体。伯伯知道了。哥哥陪安儿去收拾行李好不好？父亲，我要留在京城参加3年后的科考。安儿还小，不宜长途跋涉，督定与齐州都过于苦寒，让他留下吧，我照顾他。让他留下吧，我照顾他。于白，于白，我知道你心疼妹妹，你要留在京城参加科考，我不反对。可你如何能一边科考一边照顾安儿？再者，如今安儿才10岁，倒也没什么。可过2年安儿长大了，你一个男子如何能照顾她？若是日后安儿的婆家拿此事来说，又该如何？对呀，于白，家中没个女眷不行的。你父亲与你骆伯伯也不知何时才能调任回京。虽说京中人人都知你父亲与你骆伯伯交好，可你毕竟是男子。父亲，府中有丫鬟婆子照看安儿，无需我多费心，也不会耽误我准备科考。至于母亲所说，请母亲将自己身边的刘嬷嬷留给安儿。刘嬷嬷自小看着母亲长大，知道的也多，女儿家的事可以让刘嬷嬷教她，还得劳烦母亲去一趟外祖家，同外祖母说清楚，让外祖母日后多来府上走动走动。我若无事时，也会带着安儿去外祖家住上一住，对外便说我与安儿暂由外祖家照看。安儿，哥哥知道，不论是骆伯伯将你送到石府借住，还是现在要把你送去督定找骆伯伯他们，都没人问过你愿不愿意。哥哥想听听你的想法。
你是想同哥哥一起留在京城，还是去都定找洛伯伯？安儿，不论你要跟哥哥一起留在京城，还是去都定找父母，哥哥都支持你。你可以大胆地说，不要觉得去都定是抛弃哥哥，也不要觉得留在京城是抛弃父母。哥哥，我想留在京城，我在京城长大，我的朋友都在京城，不想去陌生的地方。可我也很想爹爹娘亲。好，哥哥知道了，那我们就在京城，哪儿也不去。洛伯伯不是答应每年都回来看你，而且说不定过2年洛伯伯就调任回京了呢。父亲、母亲，我先带安儿回房休息，晚些时候再来给你们请安。哥哥为什么会同意安儿留下？因为哥哥知道辗转各个地，借居他宅有多不易啊！哦，便当作弥补幼时的缺憾。小桃，哥哥怎么还不回来？也不知今日殿试，哥哥考得如何？小姐别急，少爷若中前3甲，会有人来府上报喜的。可这都申时了，怎么还不见有人来？哥哥也没回来。小姐，哎，来了！小姐快看，中了！小姐，咱们家少爷中了！少爷是陛下亲封的状元郎。啊，小姐，您去哪儿？我去圆圆哥哥。您知道往男子怀中扔香囊是什么意思吗？您就要扔？不知道呀，可他们都扔，我为什么不能扔？小姑娘，香囊不能乱扔啊！女子给男子扔香囊是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，你还小，别跟姐姐们争。爱慕？小姐，时辰不早了，休息吧。小桃，白日内姐姐说给哥哥扔香囊是爱慕哥哥的意思。爱慕是何意？爱慕可能就是想驾驭少爷，想一直同少爷在一起。可我也想同哥哥一直在一起，那我也爱慕哥哥。可我也想同哥哥一直在一起，那我也爱慕哥哥。哎呀，我的小姐，您还小呢，咱们不想这些，快些休息吧。少爷今年20，好像是该成亲了。哥哥，他是？哎呦，这是状元郎的妹妹吧？长得真水灵。我是吏部侍郎府请来说亲的，吏部侍郎宁大人府上的大小姐，温柔娴静，姿容上佳，其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乃京中贵女之典范。给你当嫂嫂可好？不好，哥哥是我的。哥哥，你让他走，不要嫂嫂。劳烦跑这一趟，烦请你们回去同侍郎大人说，于白刚刚考取功名，未有政绩，还不愿谈婚论嫁，且婚姻大事应由父母做主。父亲在外任职，于白实不敢背着父母允乐亲事，于白多谢侍郎大人厚爱。新科状元风头太盛，倒是叫人一时忘了他那外派的三品父亲。石少爷说的有理，是命家唐突了。石少爷如今高中榜首，即将进入翰林院为陛下效力。父亲石大人位居三品按察使，是我们考虑不周。老奴乃吏部侍郎府管事，石少爷放心，老奴会将少爷的话原原本本带给洛家大人。那便有劳管家了。人都走了，安儿可否放开哥哥一跑了？哥哥，你可不可以别娶妻？哥哥，你可不可以别娶妻？不娶妻，你打算让哥哥一个人孤独终老？哥哥以前怎么没瞧出来安儿这般没良心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哥哥娶我，安儿明年便及笄了，哥哥等安儿1年，然后安儿给哥哥当妻子，好不好？安儿，哥哥知道你怕哥哥娶妻后会将你送去都定，哥哥可以向你保证，即便哥哥日后成亲了，安儿仍可以住在师府，哥哥也会继续照顾你。但你得清楚，什么话能说，什么话不能说。哥哥毕竟与你没有血情，这些话若被旁人听取，你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哥哥，安儿，哥哥不是凶你，哥哥是在同你讲道理。哥哥将你当作妹妹，怜惜你小小年纪要同父母分隔两地，你身边没有亲人，你依赖哥哥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可你得知道，哥哥始终要娶妻。
而安儿也会嫁人。哥哥与你始终隔着男女大防，你知道吗？安儿才不要同哥哥讲道理，哥哥现在便凶我，等哥哥娶妻后，一定会将安儿送去都定。哥哥就是不要安儿了。得让刘嬷嬷都约束安儿言行了。小姐，怎么了？小姐，怎么哭了？怎么了？小姐，快跟嬷嬷说，谁欺负你了？刘嬷嬷，哥哥要把我送走，哥哥不要安儿了。少爷对小姐多好呀，怎么会不要小姐呢？哥哥就是不要安儿了。哥哥说他早晚会娶妻，安儿也会嫁人。安儿跟哥哥说，安儿可以嫁给哥哥，这样哥哥便永远跟安儿在一起。哥哥别凶我，刘嬷嬷，安儿是不是要被当个物件般被送来送去了？小姐这般说话，也难怪少爷会生气。少爷看着对谁都温和，骨子里却极其克己复礼。小姐这番话若被外人听去，少不得要对小姐指指点点。少爷这是怕小姐名声受损啊！少爷这是怕小姐名声受损啊！嬷嬷，小姐，日后莫要在少爷面前拿自己亲事说笑。少爷嘴上不说，但少爷自小看见老爷与夫人恩爱和睦，心里必定是向往老爷与夫人那般的两情相悦。少爷是不会随意拿自己亲事开玩笑的。两情相悦，两个人互相喜欢，便可称两情相悦。两个人互相喜欢。安儿很喜欢哥哥，而哥哥对安儿很好，那安儿与哥哥也是两情相悦。这怎么能一样？少爷对小姐好，是一个兄长对妹妹的关爱与疼惜，是亲人之间的喜欢。老奴虽然不知道小姐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但老奴猜小姐对少爷更多的是依赖和习惯罢了。小姐您还小，老奴说的你也听不懂，以后你会知道老奴说的是什么意思的。安儿睡着了，许是哭累了，刚睡下。嬷嬷，平日我不在时，劳烦您多费心些，安儿的言行该约束一二。小姐父母又常年不在身边，当年骆大人将小姐送来石家借宿，咱们老爷升官外派时，又想把小姐送回骆大人身边。小姐虽不说，可心中必定介怀，被如此送来送去，白日少爷又何必如此严厉？小姐今年也不过14，还小呢。14，明年该及笄了，也该让他知识了。如此放任言行，少不得要惹人非议。罢了，嬷嬷说的是，之后我会温和些同他说。今日是我心急吓着他，不生哥哥气了好不好？哥哥不该凶你的。糖葫芦也不能让安儿消气了吗？好吧，那哥哥再回去想想，该如何让安儿消气。别人拿完糖葫芦便能会我还没消气呢。灯会哥哥也陪安儿来了，安儿可消气了？哎，那边好生热闹，去看看。哥哥，请问是石公子吗？我家小姐有请。我不认识你家小姐，劳驾让让，在下着急寻人。我家小姐说了，若是石公子去见她，就自然会见到洛小姐。你把安儿怎么样了？石公子，请。安儿人呢？洛小姐不在这儿。我不知姑娘是何人，也不知寻我所为何事，但姑娘既然知道我在找人，就不该耽误我的时间。若是她因此有任何闪失，你担待不起。洛小姐天真无邪，孩子心性，最爱热闹。把准备好的东西撒出去。有人撒钱了！有人撒钱了！你是想用这种办法把安儿吸引过来？没错，石公子在此处静待洛小姐即可。趁这段时间，石公子可否听我一言？姑娘请讲。石公子，我先做个自我介绍，我是吏部侍郎家的大小姐宁子渊。敢问石公子可有心上人？有又如何？没有又如何？小女子有个不情之请，若是石公子没有心上人，还请公子应允宁家的婚事。为何？因为我想借助婚事逃离宁家。逃离宁家？据我所知，宁大小姐身为侍郎府千金，乃是京中贵女之典范，名声斐然，何以要用逃离这个词？公子有所不知，我虽是侍郎府嫡出的大小姐，可从小生母早逝，常年在继母手中讨生活。
继母面慈辛苦，处处刁难。我父亲不理内宅，偏听偏信，我的日子过得实在艰难。这些年，若是我没能给自己博出个贵女典范的名声，怕是早就无声无息死在内宅之中了。哎，你们都去那边做什么呀？听说有人在天香楼撒铜板，走，过去瞧瞧，说不定咱们运气好也能捡点钱。宁小姐，我要等的人来了，告辞。石公子，刚才我说的是安儿。忘亦不能忘，总是一场爱似温柔灼伤。哥哥，没事吧？疼不疼？哥哥没事，我是男子，这点重量算不得什么，只要安儿没受伤就好。有哥哥在，我一点事都没有。那就好，走吧，哥哥带你去买好看的灯笼，这一次可要好好跟紧哥哥。时辰不早了，快去休息吧。哥哥，对不起，都怪我今夜乱跑，害得你差点。保护安儿是哥哥的本能。好了，安儿莫要多想，快些休息吧。保护安儿是哥哥的本能。我莫不是有心急，怎的今夜心跳得如此快？石公子，昨日花灯会因我之举动造成人群拥堵，差点害得洛小姐与石公子受伤。今日特地登门致歉，还请石公子见谅。无妨，宁小姐的法子也确实助我更快地找到了安儿。石公子不怪我就好。其实我今日登门，还是为了昨日没说完的那件事。不知石公子考虑的如何了？为何是我？因为石公子是最合适的人选。石公子出身官宦人家，父亲是正三品按察使，身份足够与侍郎府匹配。石公子本人刚刚状元及第，亦是青年才俊。若石公子答应婚事，我那继母必定会想办法撮合你与我妹妹。不是你想借助婚事逃离侍郎府吗？怎么是你妹妹？自古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这样好的婚事，我那继母怎么会愿意给我？她给我相看的，要么是给比我大20岁的人做续弦，要么是嫁给有断袖之癖的男子。正因如此，我才着急着给自己谋个出路。所以你挑中了我，却是要撮合我与你妹妹，这与你又有何益处？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保证成亲当日，穿着嫁衣上花轿的人一定是我。不论我用什么手段，只要我进了石家，便是木已成舟。即便我那继母再不甘愿，也没有办法。原来这就是宁小姐的打算。闺阁女子除了破釜沉舟，没有别的办法。石公子，请你放心，我只想逃离宁家，不会耽误公子。成亲后，咱们挑个合适的时间和离。宁家看重脸面，不会要一个合离的女子归家。届时，我便可名正言顺地离开京城。婚姻大事绝非儿戏，此事我不能贸然答应。宁小姐，抱歉。我明白，是我唐突了，抱歉，石公子，先告辞了。欲望有何不同？安儿，怎么了？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我与宁大小姐，我知道的，哥哥。宁大小姐想请你同意侍郎府的婚事，我没有答应她。可是她好可怜，她那么年轻貌美，可她的继母却要她嫁给40多岁的人当续弦。安儿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哥哥，安儿想帮帮她。你想怎么帮？安儿不知道，安儿不想哥哥娶她，就算是以后和离也不行。可是安儿也不想她被继母算计。哥哥，你是状元，那么聪明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哥哥答应安儿，想办法帮她。哥哥真好。石公子今日约我出来，是已经有了决定了吗？是的，宁姑娘，我已有决定，你的提议我不能答应。好，那我再找找别人。抱歉，叨扰石公子了。我虽不能答应宁姑娘成婚一事，但却另有一计。愿闻其详，还请石公子不吝赐教。只要能离开，我什么都愿意，就按石公子说的办，一切就拜托石公子了。洛老爷不是来信了，小姐看着怎的不太高兴。洛老爷他们可有在信中说何时能到京城？他们不回来了啊？可上次来信不是说准备启程了？小姐8月后的15岁生辰与接接礼，他们不过了，不就要生辰吗？
洛老爷与洛夫人也是。小姐15岁及笄礼何等重要，怎么一句事无繁忙便不回来了？上个月小姐收到洛老爷要回来给过山城的信件，别提多高兴了。洛伯伯在朝为官，只能以政务为先。洛伯伯疼爱安儿，若不是真的推脱不开，必不可能不回来。再者，虽说15生辰一时及笄礼，但安儿还未曾许了人家。待安儿过2年定了亲事，再补办及笄礼，到时亦可让安儿未来夫婿亲自为安儿加紧，也是美谈一桩。是这个理，可外祖母素日酷爱做些小玩意儿打发时间，想必做花灯也是得心应手。嬷嬷，劳烦您替100去向外祖母讨上2盏亲手做的莲花灯来。少爷这是及笄礼办不了，生辰还是要给安儿过的。老妞这就去。哥哥，你回来啦？安儿不开心？也没有啦。好了，安儿不需要在哥哥面前强颜欢笑。不过哥哥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安儿，想不想听？想听，哥哥快说。我想到怎么帮宁大小姐了，你要跟我一起吗？要，哥哥带我一起。哥哥，护国寺能帮到宁大小姐吗？护国寺的范明方丈精通面相、批命之术，机准无比，颇有名声，深得京中权贵们信任。我想请他帮忙替宁家大小姐批命。可是哥哥，那范明大师怎会无端端的帮你这个忙？范明大师与我父亲是至交好友，也曾欠我一个人情，我若相请，他必定同意。哥哥真厉害！哎，你听说了吗？护寺的范明大师亲自批命，说是立有侍郎府的宁家大小姐是特殊命格呢。听说那宁家大小姐是克夫命，护国寺的方丈大师说不宜嫁人。宁家大小姐克夫，这可嫁不出去了，没人敢娶呀。她不是京城贵女典范吗？难道还愁嫁？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那梵明大师亲口说了，谁敢出这个眉头啊？哎，你知道吗？林家与范明大师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他何故要安一个克夫的名头给林家女儿？简直可恶！请爹息怒，那范明大师在京城向来有口皆碑，是许多达官贵人的座上宾。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，可他既然已经说了这话，那女儿这克夫的名头是注定要背负的。年纪已到，正要一亲，却突然传出此等恶名，还有哪家敢抱着大不韪娶你过门？爹，为了宁家的名声与脸面，为今之计，女儿自请终身不嫁，回沧州老家为爹娘和宁家祈福，请爹爹准许。只好如此了。我今日便让你母亲安排送你离开。石公子，洛小姐，宁小姐，我和哥哥来送送你。多谢洛小姐，我如今顶着克夫的名头离京，竟只有你们2位前来相送，实在感激不尽。别客气，帮人帮到底嘛。只是宁小姐，你如今有个克夫的名声，日后若是嫁不出去该怎么办？我本来也没打算嫁人啊，成亲嫁人就是一场豪赌。我从我娘身上吸取到教训，永远不要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男子身上。我娘和我爹也曾琴瑟和鸣，间谍情深，可他故去不到1年，我爹便续弦另娶，放任继母对我明里暗里刁难打压。谁能想到，他也曾是个把我举在头顶上，叫我骑大马的好爹爹呢。洛小姐不必担心，你心思澄澈，明媚热情，自会有懂你的男子爱护你一生。那宁小姐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不会回老家，等离开了京城地界，我便会制造一出假死，换个身份去过我想过的日子。宁小姐，祝你得偿所愿。感谢2位帮忙，祝洛小姐往后一生平安顺遂，也祝石公子仕途通畅，直上青云。宁小姐保重。一个女子成为人心家。嬷嬷，这是要带我去哪儿？怎么还神神秘秘的？自从宁小姐离开之后，小姐便经常闷在房间里，也该出来散散心了。小姐跟老奴走便是。到了。生辰快乐，哥哥给你做的长寿面，你快尝尝。安儿，哥哥给你做的长寿面，你快尝尝。谢谢哥哥，很好吃。这里有15盏花灯，其中有2盏是外祖母和你生辰亲手所做，我与刘嬷嬷也各做了1盏，还有3盏是你的3位好友所做，剩下的都是院中你熟知婢女所做。安儿，生辰快乐！奴婢们恭贺小姐生辰快乐！谢谢，辛苦你们了。谢谢哥哥为安儿做的这些。姐姐后便是大人了，怎的还动不动便哭啊？
谢谢哥哥，不只是哥哥为安儿庆生，还因哥哥照顾安儿多年。好了，都是大人了，怎能还同小时候一样，动不动便扑进哥哥怀里哭？这样在哥哥怀里哭，也是7老8十了，安儿也还是要哥哥护着安儿。小孩子话。谢谢哥哥，安儿很喜欢。安儿也同哥哥说了好几次谢谢了，哥哥只是做了身为一个哥哥应该做的。安儿既唤我一声哥哥，那哥哥便应当承担一个兄长的责任。哥哥，安儿想将这些花灯捞起来，放在房间可以吗？大家用心给我做的花灯，安儿舍不得。好，晚些时候哥哥让人捞起来，送去你房间。安儿。少爷，给小姐的舞弊已挑选好，属下试过两人的身手，尚可。两人身世干净，可贴身伺候小姐。那便可以让安儿启程前往秋山书院了。小姐，哥哥要送我走，哥哥也不要我了吗？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安儿，你越发没规矩了，进门前未先敲门，下人向你行礼问候，也漠视不理。哥哥记得平日不是如此教导你的。哥哥要送我走，哥哥也不要我了，是吗？哥哥只是送你去求学，秋山书院在我大夏朝是家喻户晓的书院，招收学子不论贫富，不论男女，只论品行与才能。哥哥少时也曾在秋山书院求学，原本哥哥便是要送你去的，只是那时你还年幼，便只能先搁置下来。如今你已及笄，可以将求学之事提上日程了。骗人！哥哥是因为安儿生辰那日亲了哥哥，所以哥哥才要将安儿送走的。哥哥没有怪你，你是哥哥带大的，想亲近哥哥，哥哥自然知道。只是安儿，哥哥与你毕竟没有血缘关系，哥哥也是第一次照顾人，有时也无暇顾及到你，让你缺少了一些正确的引导。哥哥送你去秋山书院，是因为你长大了，可以离开哥哥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。世间对女子向来苛刻，能出去看一看外面广阔山河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。安儿该出去看看。才不是，安儿才不是因为你是哥哥，所以想亲近你。安儿喜欢哥哥，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。安儿，哥哥与嬷嬷总说安儿还小不懂事，可安儿自己知道，安儿看到哥哥来，目光便只会落在哥哥身上，安儿也只会对哥哥心肉擂鼓般跳动。小姐乖，我哭了好不好？我们给小姐唱扬州小调，哄小姐睡觉好不好？嬷嬷，我不想去秋山书院，秋山书院离京城好远好远，嬷嬷把安儿去求求哥哥，别把我送走。小姐，少爷是为您好，多少人想去秋山书院都去不了呢。少爷多次写信给他在书院的老师，才为您争取来这个机会，您可不能枉费少爷的一片心意呀。少爷，嬷嬷先下去休息吧，我来同他说。小姐还小，少爷耐心些同他说。哥哥不该说安儿年纪小不懂事，哥哥同安儿道歉好不好？我们安儿明明早已亭亭玉立，有了怀春之心的娇俏女郎，是哥哥古板了。哥哥，安儿随哥哥去个地方可好？哥哥，怎能想到我来这第一楼？安儿可认得出这条街叫什么？那不就是长安街吗？那条呢？长青街。那条？青永街。那条？鄱阳街。哥哥半夜带我出府，登上这第一楼，便说了考安儿京都街道的名字。长安街、长青街、青永街、鄱阳街，4条街道便将繁华的京都团团围住。安儿，你甘心余生的记忆中走过最长的路，不过区区的京都4街吗？安儿，你甘心余生的记忆中走过最长的路，不过区区的京都4街吗？甘心吗？这区区的4条街不仅将京都围住，也将你困在其中。那些你没见过的景色，没见过的趣事，都只能从别人口中得知。你就不想亲眼去看看吗？我想一想宁小姐，她舍弃一切，抛弃侍郎府的荣华富贵，抛弃后半生的荣耀体面，也要从这四四方方的京城逃出去。而现在你有一个现成的机会放在眼前，秋山书院闻名天下，不论富贵权势，不论男女之分，更因他授课兴起，书院允许先生们带着学子外出游学，所闻所见皆是客野，山间美景，喧闹街道，田间农场，学子们席地而坐，便是授课之地。安儿，去见识一下这广阔的天地，结识各地前去求学的同窗，不要
要将自己关在这小小的京都。我不想离开哥哥，哥哥在京都等你回来，说阿尔见识过广阔的天地，遇见过许多人后，还心悦哥哥，哥哥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那哥哥同阿尔拉钩，待阿尔从秋山书院回来，哥哥便试着心悦阿尔。好。任风花雪月，因你还烟火人间。上马车吧。尔等今日拜先生为师，望无师无力子教，使我等得以解惑，意志必得修身。见字如晤，展信书言。除夕将至，哥哥可安否？此信自书院百里外梅林寄出，书院白雪皑皑之时，先生忽而兴起，携我等学子若干，行至百里梅林观雪，梅花雪中绽放，当真别有一番风味。不知哥哥昔年可有幸观否？阿尔与同窗们停下围坐，赏梅观雪，煮茶畅谈，不亦乐乎。情长纸短，不尽一一。随信一枝轻折梅花，望哥哥闻梅香，念安儿。少爷在看小姐寄回来的信。小姐这1月2封书信，这是第13封。小姐这是把少爷当小孩呢，每次寄书信回来都给少爷带些小玩意儿。那边还有位置，你先落座吧。喂，小爷叫谢瑾，你叫什么？少爷，小姐又来信了。哥哥见字如面，你可安好？阿尔最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，他叫谢瑾，是将军府的嫡幼子。您家中嫌他纨绔，特地送到秋山书院学习。今日他带阿尔去书院后山林中掏鸟蛋，阿尔看见一只受伤的小鸟，心有不忍，特地带回书院精心照顾。小鸟很漂亮，等它养好伤，阿尔就托人捎回来送给哥哥，哥哥一定会喜欢的。今日又能加餐了。你要吃了它们？那当然了，这书院的膳食没滋没味的，素得很，一点也比不上京城的百味楼。小爷不得想办法对自己的胃好点？喂，丫头，这松果也好吃，摘几个给你尝尝。谢瑾，哥哥，展信安，一晃半年未见，甚是想念。哥哥如今在朝堂一切顺利否？安儿最近学会了蹴鞠，是谢瑾教安儿的。他自幼习武，蹴鞠踢得可好了。不过他在书院教安儿的时候，不小心踢破了先生书房的窗，气得先生拿戒尺追了他3里蹴鞠才闯祸的，这事你得帮小爷摆平了。哥哥，你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能闯祸的人啊？少爷这是怎么了？小姐寄来的信，少爷向来是很爱惜的。林嬷嬷，让人备马，我要去秋山书院一趟。小丫头，好好给小爷望风，千万不能被先生发现了，不然他又要抽我。谢瑾，逃学是不对的。哎，你别管，小爷有自己的节奏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对呀，谁啊？大白天的吓唬人！哥哥，你怎么来啦？我若是不来，还不知道你竟伙同这个纨绔干起逃学的事了。哥哥，安儿没有想逃学。你谁啊？干嘛凶小丫头啊？是小爷我强迫他来望风的，有什么事你冲小爷来。谢瑾，威武将军嫡幼子，上有继承爵位的大哥，有征战沙场的二哥，还有嫁入东宫的太子妃姐姐，从小受尽宠爱，养成了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纨绔性子。你很清楚嘛？调查小爷啊？你在京城招猫逗狗，走马张台，名声传遍了大街小巷，这还用调查？我告诉你，安儿从小在我的庇护下长大，没见识过人心险恶，你不要招惹他。凭什么你说不招惹就不招惹？小爷就是喜欢跟他玩，你管得着吗？你又不是他爹娘，管得真苦。是啊，我既不是安儿的爹娘，就非他的亲兄长，不过是交好世家的一个哥哥罢了，就是无资格管他跟谁交朋友。石公子年纪轻轻便高中状元，如今入朝为官，也是颇有建树，深得陛下信任。老夫时常教导书院的学子，要以石公子为榜样。先生过誉了，您教书育人，桃李遍天下，更值得我被尊敬。哥哥，你在吗？我能进来吗？石公子既然还有客人，老夫就先告辞了。至于老夫刚才说的，请石公子给书院的学子讲一堂课，还请石公子放在心上。哥哥，
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？哥哥没有生气，哥哥只是不想你跟谢景走得太近。为什么？哥哥难道也相信京城的那些传言，觉得谢景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？难道不是吗？哥哥不是这样的。刚认识谢景的时候，安儿以为他确如传言的那样，可是相处久了，才知道那不是真正的他。哦。谢景自幼习武，其实也有一颗征战沙场、保家卫国的心，但是他家里人觉得战场凶险，不让他去。他在京城胡作非为，其实就是想让家里人觉得不成体统，把他扔到军营里去历练。他人很好的，他会帮我照顾受伤的小鸟，会帮助书院里家境贫寒的学子，会跳下河去救落水的小孩。没想到安儿对谢景评价竟如此高，安儿是不是心悦他？不会，哥哥，安儿心悦的一直都是哥哥你啊。那你对谢景？哥哥，我想帮他，就像我们在京城帮宁家小姐一样。哥哥这么聪明，一定知道怎么才能帮助谢景离开书院，去疆场实现他的抱负，对吗？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昃，辰宿列张。烤鸡好吃，麻辣鲜香，糕点软糯，一顿撑得慌。先生若是知道你这般念千字文，怕是还得抽你2板子。你来做什么？看小爷笑话吗？这是推举信誉，齐州安察使是我父亲。你若想从军，可以去齐州，他会替你安排。你会这么好心？你不想凭自己搏出战功，让家中长辈刮目相看吗？你不想摆脱纨绔子弟的名声，让人夸赞一声不愧是将门子弟吗？书院的先生不会让我走的。已经打过招呼了，你现在走，不会有人拦着你。别以为你帮了小爷这个忙，小爷就会感激你。小爷知道你的心思，你就是故意把我从小丫头身边弄走，你怕她喜欢我。小爷告诉你，等我有了军功，我就去向陛下请旨赐婚。你要是不抓紧，被小爷截胡了，别怪我啊。好好在书院里学习，等哥哥下次有时间再来看你。还有，不要跟其他男子走得太近。哥哥放心，我会时常写信给你的。你在京城也要好好保重，等我回去。少爷可是需要什么？小姐近日在书院可还安好？保护小姐的婢女传回消息，小姐一切安好啊。是吗？你派人快马加鞭去一趟书院。去书院？好的。怎么突然要派人去书院了？嬷嬷，少爷要派人去书院看小姐。嬷嬷，您可有什么东西要带给小姐的？正好，我前些日子给小姐做了2身衣裙，你让人一并带去。你等等，我这就去厨房给小姐准备些她爱吃的小食。不过，少爷怎么突然派人去书院看小姐了？莫不是小姐出什么事了？啊，不是啊，前2日我还收到小姐身边婢女的平安信呢。平安信？少爷这月有收到小姐的信件吗？好像没有。哦，嬷嬷是说少爷因为没有收到小姐的信件，所以……哎呀，雅娜，我下月还想带你们去金陵游历一番，你不想跟我们一起吗？先生，李安离家已有3年，3年间随先生去了许多地方，也看了许多风景。李安很高兴能有此番游历，但李安想家了。据我所知，你父亲在都鼎任职，母亲也在都鼎，你回的却是京都，你到底是想家还是想京中之人？罢了，怀春少女留不住的，你去吧。李安此番离开，再见先生，不知何言何语。李安拜谢先生教导之情，望先生保重身体。你是说安儿半个月前便离开书院啊？派去书院的人是这么说的。备马出城。怎么了，小姐？势必要检查通行符牌。我乃都定部正使之女骆以安，此前一直在外游学，如今刚游学回京，还未来得及去官府领新的通行符牌。官爷，可否通融一二？原来是骆小姐，放行。流动着思念，总有那么一个瞬间，燃尽我心间的荒野。怎能不先恢复休息，却要来此处？
哥哥，我走出了京都四季，看过羽山青青，也看过红雪霏霏，结识了许多人，但我依然怀念被四街围绕的京都，也依然喜欢你。所以哥哥能兑现3年前的承诺了吗？从前哥哥总说安儿还小，哥哥与安儿无血亲，需要避讳男女大防。从前不懂，过去3年，我却是后知后觉懂了。哥哥或许不是对安儿心意全无，也不是怕忌讳他人的流言蜚语，哥哥是怕从未见过外面世界的安儿后悔，对吗，哥哥？如今安儿想告诉哥哥，即便见识过广阔天地，认识过许多好儿郎，安儿依旧只想为哥哥一人宽守一方小天地。所以哥哥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喜欢安儿，光明正大的喜欢？哥哥对安儿最大的喜欢，难道不是放手让安儿选择自己的人生吗？我说不出何时喜欢洛阳安的。3年前他偷亲我那夜，我虽推开了他，却只有我自己知道，那夜我心若擂鼓，辗转难眠，心底却生不出一点点厌恶，反而有些隐秘的高兴。那时我便意识到，对洛阳安这个妹妹，我并不如表面那般君子。那夜我立于窗边，想了许多，想到的却是她笑颜如花的面容。何时喜欢洛阳安的，我不知道。或许是某一日她转身来见我时，眼角眉梢都是笑意，就或许是某日回府时，门边奏着的小声。他们这是办什么呢？我向陛下告了3月假，明日我们启程去一趟都定。都定？去都定做什么？我把洛伯伯、洛伯母的掌上明珠养成了自己的，不得亲自去同二老负荆请罪。你刚回京粤语，本不该再经长途，但我们的事始终要过明路，3枚6品耗费时间。洛伯伯与我父亲共事无法回京操办，那我便亲自去都定求一纸婚书。不用如此麻烦吧，写信给我弟弟娘亲便好，他们不会计较的。3枚6品是礼数也是诚意，如何能少？即便洛伯伯不介意，但我不能失了礼数与诚意。好，听你的。我带你去看看，可还漏了什么？要带这么多吗？提亲自然该带上聘礼。哥哥是不是忘了，我爹爹只是在都定任职啊，这聘礼带过去，他们回京时也得带回京呀。而且这么多东西，哥哥不怕路上人来劫匪？我一时没想这么多。哥哥快让他们别搬啦！如今洛府除了几个嫂嫂下人，也无人居住。我们此次去都定，你将聘礼单子和媒人带上，待我弟弟回京时，再将聘礼送去洛府，如此可好？好，听你的。一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送入洞房。少夫人，少爷怕你今日未进食，差人送了些吃食来。少夫人，快来吃些。哎呀，今日滴水未进，嬷嬷，我快饿死了。嬷嬷，你不理我。饱了，再吃些。饱了，不吃了。你饱了，那该到我吃了。哥哥，今夜还是换个称呼比较好。过几日，哥哥告假陪你出去走走，好不好？你不是说从秋山书院回京前，先生原是要带你们去金陵，哥哥带你去金陵，好不好？好呀，不过那都2年前的事了，哥哥怎么还记得？安儿的事都放在哥哥心上，不用紧。那安儿还想去姑苏，还有襄阳，泉州也想去。好，都去。以后的每一年，哥哥都抽出1个月陪你去你想去的地方。So funny,